是，哎。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哦。这是什么操作哇？我老觉得灯是最难拿的灯。什么意思？我们要作为男性表态，对不对？你拍了，我也得拍，别拍了，你拍。且慢啊！且慢。你得让人家表现一下。哎喂，真的是，确实是现在就是人气也比较高，是吧？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我上一季，你知道取得了那么斐然的成绩以后，然后我自己也帮节目创造了辉煌以后，我再来参加这个节目，竟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选手。我不坐在那儿也就算了，为什么他能坐在那儿？把他给我拽下来！来人啊！笑口文化，你行啊？真的很久没演出了，准备好听到一些犀利的男女话题了吗？穿上衣服，太死了，感觉到杀气了。我看你们也不关心我的死活，我都被骂成那样了，你们还想让我讲？你知道，在我被骂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那种污言秽语、人身攻击挂在热搜第一的时候，竟然还有观众给我发私信说：“丽丽，你要继续讲，你要勇敢一点。”我当时想说，你咋不勇敢一点啊？你知道这种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们就是那种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然后两方有一方明显最强壮的、最厉害的，那他已经急眼了，他说：“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然后他就在旁边说：“说啊，勇敢一点。”没有勇敢了，再勇敢下去就是鲁莽了，真的。这一年，我学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不要轻易的调侃男性。如果非要调侃，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一个男的如果生活过得不如意的时候，会变得多么的丧心病狂，多么的歇斯底里、莫名其妙、无理取闹。简单来说，就是跟女的一样。怎么样？没想到吧？我疯了。反正那帮人也不会放过我了。我豁出去了。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以后，我冬天出门再也不觉得冷了，因为我头上扣的全是帽子。但你们知道吗？我意外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被骂也有很多好处，真的。比如说，我现在整个人比原来积极了好多，特别努力工作。因为每当我开始犯懒，就不想工作的时候，就会有网友出现来鼓励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接了，我说这个活我太累了，我想回家休息。然后就在回家休息的路上打开微博，看到一些舆论。一个微博 ID 名称叫杨笠怎么还不死的热心网友说，杨笠好像真的接不到商务了，哈哈！我立马打电话给公司说再给我接一个广告。我对这些网友的感情怎么说呢？你们这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啊？就是我如今的所有，他们就有点像我前男友们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如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他们看看我过得有多好啊！你知道，所以我每次在发广告的时候，简直就是双重的快乐。一种就是觉得又赚到了一笔钱，另一种就是说，这还不得给他们气个好歹的。被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现在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因为她再也不催我结婚了。她说以我现在这个名声啊，她说以我现在这个名声催我结婚，无异于逼我送死。
他说如果一个男的现在想娶我的话，应该只是想打我的时候更方便。我觉得他说的对，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女生，如果说真的遇到家暴，一定会得到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同情和帮助，但只有我不会。如果有一天有人传出杨笠老公家暴，所有人应该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会说你是不是说话太难听了？然后我就特别委屈，我就说没有啊，就是那天他问我喜欢他什么，我说喜欢他的自信。欢迎大家来欣赏我的告别演出。真的，这个才是我人生的剧本。你知道，我本来自己演的，觉得自己演的好，还在那儿美呢，以为自己演的是致命女人，没想到我演的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经纪人现在常常提醒我说，最近出去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啊，要记住你的世界里没有小鲜肉，只有安家和。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没有抱怨啊或者不满。我的意思就是说，效果文化确实应该好好对我。到时候呢，我也不用坐这儿或者是坐那儿的，很简单，就是养我后半辈子。好，谢谢大家，我是杨笠。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去年上了节目以后，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活，有一个跑车品牌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让我们两个明显没有摸过跑车的人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说跑车有多好。但那天我们也觉得，即使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也会很尴尬。因为一辆跑车，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你会觉得他买得起这辆车；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你会觉得她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但如果你仔细看，女人是我们俩，你会觉得他们在卖这辆车。你们看我们的服装，现在我们上节目，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穿裙子，一个人穿裤子。那还好，不是一红一蓝的，不然也太像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因为你们看大街上那安全标志上的小人全都是男小人，什么红绿灯、小心地滑、禁止随地大小便，还有安全出口。就感觉男人可以一直犯错，犯了错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而女小人只会出现在2个地方，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看到女小人怀孕，安全出口。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他们可以不做家务，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从来不洗碗，他还会找很多借口，什么手扭伤了，手拿着遥控器呢，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他也会洗不干净。有时候我就会想，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但我看法制新闻里的那些男人，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感觉好像做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连家政工这个工种都叫阿姨。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居然就上了新闻，而且新闻居然叫他男阿姨。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因为他没法像别人一样跟老婆吵架，他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拖地，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拖地呢？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他说他想要的家是他的港湾，他一回到家就有好吃的好喝的，他就只要躺着。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是他妈妈的肚子。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过10个月，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因为他要做个人呐。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也全都是女生，一开机就是开机开始清扫。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他就只会说行，我一会儿扫。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这个好，这个好新鲜啊！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这是擎天柱和他老婆擎拖地。擎拖地问擎天柱：“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擎拖地说：“你扫啊。”行，我一会儿扫。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袅袅。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产房外，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肯定是个男孩。看到我是个女孩，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我当时就想，我爸哭声这么大，肯定是个男孩。女生总是会受到和男生不同的评价。我遇到过一个老师，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他就会说男生就是聪明；女生数学考了100分，他就会说女生也有聪明的。有一次我就站起来，我说老师，您这个话说的不对。老师说你考了多少分？我就又坐下了。女生不只有聪明的，还有鲁莽的。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都有人说男孩嘛有后劲儿，上了初中就好了；男孩有后劲儿，文理分科就好了。连我奶奶都说你爷爷有后劲儿，坟头草老高了。我看到一则新闻，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得到32套房。哇哦，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我再一查，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甚至每次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闸机，如果我比较快，我都会 yes。可是跑这么快又有什么用呢？到最后，别人眼里我最伟大的成就还是成为一个妈妈。当妈妈太难了，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妈宝呢，有男有女，在这里为了方便，我们就姑且称他为妈宝男吧。哇，都还行啊，这么好。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就他明明没有犯法，但你总想制裁他。一个成年人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你说他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是不是他妈妈天天对他说，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那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妈宝男呢？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你是妈宝男吗？我不是。你为啥不是？我妈说我不是。几乎每个妈宝男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和一个缺席的父亲。明明爸爸也有责任，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不叫他爸废男？如果爸爸特别废，还可以叫他爸菲特。鼓励一下。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又能怎么样呢？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每次我妈跟我说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我都说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我希望在未来，妈妈这个职业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就是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可以有机会跳槽，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可以得到晋升，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实现真正的自由。谢谢大家，我是尿尿。